肠胃炎、拉肚子、胃食道逆流、胀气，这些肠胃的毛病是否困扰着你？又该如何好好照顾自己的肠胃？欢迎收看大特照，生活越过越好，工作越做越多，你的肠胃是否跟得上你的脚步呢？肠胃炎其实大部分像细菌、病毒，它都可以造成肠胃发炎。那我们冬天呢，其实很常见的造成肠胃炎病毒就是像是轮状病毒，那你就更不用说一年四季都会流行的诺罗病毒。这些细菌、病毒其实它都是经过人体的飞沫传染。那你在里面嘛，所以就是很容易互相传染，飞沫传染，或是它的这些呕吐物或排泄物污染到我们的食物啊、我们的器具这样子，那它就这些就会跑到人体里面，然后攻击我们的肠胃道，然后出现这些恶心、呕吐、拉肚子、肚子痛的状况这样子。长时间坐着工作，你是否会一肚子气呢？胀气也是肠胃经常会出现的问题。那这些气呢，其实大部分的来源都还是我们吃进去的空气，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，它被大肠的细菌分解所产生的气。所以你如果第一个嘛，你就是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直在讲话，所以你就吃进去很多的空气。然后还有你吃的食物就比较是产气的，像你吃很多地瓜、马铃薯、芋头，然后吃了很多面包啊，然后豆类等等，或者你喜欢喝汽水、喝碳酸饮料这样子，都会让你就是肚子有很多气。那只要你又不太动，或是你肠胃功能不好，又消化不良的话，其实就是气塞久了，就是太多气，你也会就是觉得胀痛这样子。喝咖啡、吃甜食，你又火烧心了吗？这句熟悉的广告台词引起民众注意到胃食道逆流。医生表示，胃食道逆流造成的伤害比想象大很多。我们吃东西进去，我们经过食道跟胃嘛，那个食道跟胃中间有一个下食道括约肌，它不正常的打开，负压太大，胃酸就往上跑，就很容易喷上来这样子。那像是你有糖尿病啊，然后或是你有在吃高血压的药，或是精神科的药，或是你喜欢喝酒、抽烟这样子，它都会很容易让那个开口，就刚刚说的那个开口很容易打开，那胃酸就会往上喷，你就会觉得哎胸口好像羞羞，然后灼热这样子。那你跑到喉咙就会觉得就一直在然后或是你嘴巴都会酸酸的。但这个胃酸其实如果你再严重一点，你就好像会慢性咳嗽，因为你一直觉得这里卡东西，所以你就一直在慢性咳嗽。那你看一直去看感冒，就说我咳嗽，可是你其实那个吃感冒药你也不会好。那因为胃酸它本身就是会腐蚀我们的珐琅质，它会侵蚀我们的珐琅质，所以胃酸逆流严重的人，他的牙齿就很容易蛀牙，就是牙齿都不会太好。最主要造成胃酸逆流，其实还是一些你的饮食习惯不是很好，所以你就喜欢吃刺激性的饮料，像是喝汽水，然后喝咖啡，然后喝茶，然后或者你就喜欢高热量的甜点啊，然后吃烧烤、炸这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。但是其实如果你就喝了汤或者配了饮料这样子吞下去，你就囫囵吞枣吃下去，你的胃跟小肠之后器官的负担就会变比较大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干湿分离，你吃了饭你再喝汤，或是你可以先喝汤再吃饭，但是你就不要一口饭一口汤，一口饭一口水一口饮料这样子，那把它分开，那你也比较不会胃食道逆流。中医理论中是怎么看肠胃问题？又有什么照顾肠胃的方法呢？造成肠胃问题，第一个我们就是说外邪入侵。那造成肠胃问题的邪气，大部分可以说是寒邪，然后湿邪，还有热邪。寒邪、湿邪，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你很喜欢喝冰凉的饮料，就一直喝冰的这样子，那就是冷的就跑到你的肠胃里面。那我们通常冷就会就是缩起来，所以你肠胃也不太想要蠕动，那消化可能就不是那么好这样子。那热邪的话，就是你喜欢吃烧烤、炸辣，然后就是让肠胃的火气比较大，大家都会一直问说我要吃什么才可以改善？但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不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。那我们刺激性的饮食当然你就是少吃嘛。那还有你平常的生活作息，你就是吃饱饭，你吃饭可能就是吃个7、8分饱，然后细嚼慢咽，少量多餐，不要给肠胃一次那么大的负担这样子。然后你吃饱饭可能当然就要起来走一走啊，不要就是直接趴着或躺着，因为你这样子趴着躺着，你压力也会大，所以它的胃酸也很容易逆流这样子。照顾肠胃，中医生提供一个日常的汤品。四神汤这个东西，它里面就是有茯苓，然后薏仁、芡实，然后山药，还有莲子，这样他们就是有时候会排列组合，就是可能也会5个一起放。那这些药呢，其实它都是固脾胃的药，
所以你想一个人，如果他就是脾胃本来就很虚弱，他吃东西都不会吸收，你怎么吃你就是都很瘦这样子。那吃四神汤就可以把你的肠胃顾起来。那四神汤这些就是其实它都会有一些除湿的功能，所以如果你的常常都会水肿，或是常常就觉得很倦怠啊，然后或是严重你会有湿疹的问题，就是你把肠胃顾好，你的湿气就比较会就是比较好排除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就是还是要吃补，你总是要把你的肠胃顾好，你吃进去的东西，像我们转骨的时候，小孩要吃转骨方，你总是要肠胃功能好，你能吸收，你才有效果嘛。所以先把肠胃顾好，那吃进去的营养能吸收均衡，这样子才比较重要。有些人胃口就是好，吃什么都香，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多让人羡慕啊！只不过肠胃除了负担大，也可能有肥胖的隐忧。医生，我食欲超好，我看到什么都想吃，我吃完了就想要再吃。那其实就是你的胃火就是比较旺盛一点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放一些就是降胃火的药。就是让你就不会一直觉得我想吃这样子，像是放一点点黄连，它就是虽然苦嘛，那苦你可能根本就也吃不下东西。那把胃火降下来，你就不会食欲这么的旺盛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就已经吃进去了，像之前过年就是大鱼大肉啊，然后吃这些花粿啊、甜粿，或是一直喝酒，你热量其实本来就已经很高了，我们就可以就是用一些减脂茶。就是消食积，就是你已经塞在肚子里面一些吃太多的肉啊、面食啊，就可以消积这样子。好像肚子都还好，但是好像就会有胃凸，因为你吃太多、吃太快嘛，所以你胃就好像凸凸的，就很快隆起。所以我们可以按一下胃部的那个中脘穴这样子，然后按它就可以帮你消除你的胃凸。那还有，因为像我们坐太久了，那你就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啊，我们可以按一下那个肚脐旁边有一个天枢穴这样子，然后或是可以就是从这边然后按摩这样子，帮助你的肠胃蠕动，让你大便不要积在肚子里面这样。那我们还有就是可以按内关，就是内关的话也是在就是这个腕横纹的下面，就是3指腹，然后在2条筋的中间这样子。那中医说内关心胸胃，所以就是跟心脏有关系，比如说你会容易心悸啊，然后心慌慌的，然后或是胸口就会胸口闷，或是胃就是肠胃道不舒服的话，你就会肚肚这样子，你都可以按内关穴，就是让它就是改善缓解它的问题。那再来我们讲一个那个足三里，足三里就是在膝盖的下面这样子。那这个足三里呢，其实保健大穴，你平常没事就可以按它这样子，因为你的肠胃其实你只要清了，然后你肠胃顺了，其实你就会神清气爽这样子，那就是生活也会比较开心美满一点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按一下足三里。那如果你现在刚好就是有胃胀气啊、胃不舒服、胃痛的话，就是按足三里的话，也是可以缓解它的不舒服。生活规律、饮食正常，就是照顾肠胃最基本的原则。你有什么好方法，请告诉我们。这里是达特照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